大家好，我是安如。5月的春天，在瑞士又到了可以室外种植的季节，像我一样爱种菜的小农民们就要忙碌起来了。可能有些朋友也想种植蔬菜，但是顾忌家里没有院子，只有阳台或者院子很小。但其实没有关系，只要你真的想，哪怕种在花盆里或者在院子里开辟一小块地，总归还是有方法的，对不对？我自己其实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刨地种菜，在商店里面买不好嘛，对不对？但是请相信我，如果你尝试过，一旦你吃到过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蔬菜那种口味浓郁纯正又新鲜的口感，然后在整个种植过程中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那是用金钱都买不来的。我相信尝试过的朋友一定有同意我的。每天早晨起来，在自己的蔬菜园里走一圈，看着自己种植的蔬菜瓜果慢慢长大，那绝对让你心情舒畅。所以没试过的朋友，我只能说我强烈推荐。好吧，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年的5月，我在我的蔬菜园里都种了些啥。这是我的一个蔬菜床，我在上面种植了一点豆角和色拉菜。树莓，5月的树莓已经很茂盛了。你看右下角的照片，那还是4月初我回上海之前的样子。枝头上结满了花，蜜蜂在辛勤地劳动。院子的另一角，我有一小块蔬菜地，这也是4月2号我回上海之前这块小菜地的样子。豆苗已经发芽了，萝卜也已经发芽了。这是它5月的样子，看，这是我的豆苗，它现在已经开花了。我其实是想吃豆苗的，并不想吃荷兰豆。有朋友可以告诉我吗？它已经开花结豆荚了，我还可以吃豆苗吗？萝卜，这里也是一片萝卜地，不同的品种。这是菠菜，其实这一片地我撒了很多菠菜籽，但是撒完籽后呢，有一天我发现我这块地都被什么小动物给刨了，可能是猫咪吧，所以最后只发出来这2颗。这是黄瓜、辣椒，这是我另外一个种植床，这里面有豆苗、西葫芦、番茄，还有一颗德国紫芥兰。这是韭菜，这个菜床里面也有2颗德国紫芥兰，有已经拔了和还没有拔的萝卜，有1颗辣椒。这里原来也有1颗辣椒，但是移栽后没有存活，所以现在我撒了一点香菜籽，希望能长出香菜来。中国大白菜特别引鼻涕虫，我已经把它种在盆里面，而且把它搬离地面，结果那些鼻涕虫还是要来攻击它，所以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撒些防鼻涕虫的蓝色小药丸啦。这是我前院这边也有一个种植床，在回上海之前，我在这里面种了一点葱、火箭菜、香菜，然后这里还有一点小青菜，等我回来以后看看它们能长得怎么样吧。这是5月初，天哪，长得还不错，对不对？这是一盆我养了1年的草莓，今年我给它翻了一个盆，它4月初的时候已经开始有1朵小花了。这是5月的时候，哇塞，花朵已经爆满盆了，每一朵小花都是1颗草莓哦。这是邻居家的小猫咪，可是特别爱我的前院。
它的身后是我们种的一些意大利的香料，旁边还有一棵树莓。我今年自己发了些苗，也买了些现成的苗来种。苗铺里的苗其实都挺便宜的，嫌自己发苗麻烦的朋友们完全可以考虑直接买苗来种，确实省心很多。2颗番茄，2颗茄子，不过看起来不怎么健康。这是3颗辣椒，后面我还种了一些刀豆。这个刀豆去年我种过，结果率非常好，所以今年继续买它。还有2颗德国芥蓝。看过我以前几期装修视频的朋友知道，这是我另一处的院子。这里有番茄，在这个菜床里面有西葫芦，也有番茄。这里是3颗豆角，我在楼上种不下了。这里是黄瓜，后面是西葫芦。我们这个院子还挺大，这里有一棵我特别爱的无花果树，巨大的无花果树，每年都有好多果实，真是太爱了。无花果树旁边，这里是一棵樱桃树，这已经是第3年了。不过目前为止，它的结果率都不怎么样，都结得挺少的，但是口感确实非常好。你看，这里有一颗小樱桃，这里也是。这是我家的一棵小梨树，这也是第3年了。你看它今年的结果非常好，虽然说这棵小树还没有我人高，但是今年你看它也结了好多了。这是一棵猕猴桃树。Not bad, come on, that's what really is quite cute. 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你看。What happened? Yeah, you see, this one I don't get it. I don't know. 这是我种了2年都种不好的红米线，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就是长不大。今年我决定再继续试试看。还有我特别期待但下地后被鼻涕虫全军覆灭的冬瓜苗。所以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农民，大家都是在学习中进步，进步中学习。只要你享受到了种菜的过程，那就是值得和成功的。有人喜欢种花种草，而我更爱种菜，因为赏过花后还能享受果实。你们心动了吗？